香港女游客在台北车站大厅被男子当众拖至墙边侵犯10分钟无人制止。去过台湾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那个地方呢号称是全台湾最大的迷宫，每天的人流量是乌泱乌泱的，跟赶大集一样。可就是在这么个地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呀，下午4点钟，人来人往最热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儿。10月9号，这受害的香港姑娘一个人来台湾玩，她之前在台北车站附近啊住了4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认识了这么一帮人，其中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案子里的男主角，一个44岁的通缉犯，姓邱，叫邱胜明。这邱胜明是个什么人呢？他不是什么街友，也不是什么流浪汉，他就是个贼，身上背着好几条盗窃案，早就该进去吃牢饭了。法院判了他6个月，他没去报到，也没交罚金，就成了通缉犯。为了躲警察呢，他就天天在台北车站这块晃悠，假装自己是没地儿去的流浪汉，钻系统的空子。案发当天啊，这个香港姑娘就跟这个邱胜明还有其他几个人在车站大厅东边啊，注意啊，是在大厅里开始喝酒。我看到这儿我也纳闷啊，这第一呢，车站大厅是能随便喝酒的地方吗？这管理在哪儿呢？这第二啊，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跟一帮刚认识没几天底细都不清楚的人在车站大厅里拼酒，咱也不是说受害者有罪论啊，绝对没有那个意思。他被人害了，他就是100%的受害者。但咱也给所有出门在外的，尤其是女孩子提个醒啊，这安全意识真的是1秒钟都不能松懈啊！他们喝的是58度的白酒啊，就是那种高粱酒，一口下去能烧穿嗓子眼的呀。几个人干掉了3瓶啊！下午3点多呢，这帮所谓的朋友一看喝的差不多了，陆陆续续都撤了。可是这个香港姑娘呢，她顶不住了呀，直接就醉倒在大厅里，不省人事了，跟睡过去了没两样。好吗？这一下机会来了呀！这个姓邱的，他压根就没走，他一直在旁边盯着呢。他看这个姑娘倒了，彻底没有知觉了，身边也没人了，他那个贼胆啊，一下子就包天了呀！他做了什么？他走过去，把这个已经失去意识的姑娘硬生生给拖拽到售票处正对面的墙边。这事儿啊，离谱就离谱在这儿，这不是什么犄角旮旯啊，也不是什么监控死角，这是售票处的正对面，买票的、取票的、等车的，人来人往啊。他就把人拖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他那禽兽不如的勾当啊！这10分钟，台北车站的人流哗啦啦从他们旁边流过，但是没有一滴水愿意停下来啊！一位马来西亚的游客他说啊，他从这个2楼往下看，看的是清清楚楚。有的人拖着行李箱急着赶高铁，那路过的时候呢，侧过头瞥了一眼，那男的动作那么明显，那么不对劲啊！你当是演戏呢？那这个路人呢，就是皱了皱眉，然后就加快了脚步，赶紧走了，好像多看一眼，这个晦气就会沾到自己身上一样。那有的人可能是本地的，天天路过那儿，见惯了车站里的各种躺平族，他们看了一眼啊，估计心里面还在犯嘀咕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回事啊？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呢，摇摇头也走了，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这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还有人啊拿出了手机，他们干嘛？他们拍照，他们录像，他们可能是想发个朋友圈，发个群聊，配上一行字儿：快看台北车站惊现奇葩。他们把这当成一个景观，一个乐子。可就是这帮拿着手机的人啊，他们宁愿花时间去拍去录，也不愿意花个3秒钟去拨一个报警电话。我真的想问问这些人，你们的手机难道没有报警功能吗？还是说你们的心已经冷到连这点最基本的是非对错都分不清了？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咱们现在不要求你拔刀，你冲上去可能你自己也有危险啊，毕竟咱不知道那孙子身上有没有凶器。但是呢，你相助啊，你喊一嗓子行不行？你干嘛呢？你就这么一喊，那坏人指定心虚啊，他可能就停手了。那你再退1万步，你不敢喊，怕被报复，那你躲远一点，打一个电话报警行不行？这总不难吧？这不需要你有多大的勇气吧？可是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那个香港姑娘就在这人来人往的热闹里，在无数双冷漠眼睛的注视下，经历了她这辈子可能都忘不掉的噩梦。这已经不是旁观者效应一句话能解释得了了，这简直就是一场集体的公开的冷漠呀！在2楼的马来西亚的大学生游客，他当时就坐在2楼的休息区，他一眼就看出来哦，这不对劲儿啊！这不是什么情侣吵架，也不是什么朋友闹着玩，这男的动作就是在犯罪啊！那小伙子也机灵啊，他没敢在2楼大喊大叫，估计也是怕打草惊蛇。他悄悄拿着个手机拍下来，赶紧找他跟他一块来的台湾朋友说：“快报警啊！楼下出事了！”他托朋友打电话的同时呢，自己还不放心，又赶紧跑到1楼的铁路警察岗亭，亲自去报案。
讽刺吧？那么多本地人，那么多成年人，最后一个来旅游的外国人还是个学生站了出来。等这个警察呼哧呼哧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人渣邱胜明啊早就完事儿了。一看风声不对，提上裤子就溜了，溜的那叫一个快。现场就剩下那个还没有完全清醒的香港女孩，衣衫不整，估计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场面啊，你都不敢想，多狼狈，多可怜哦。好在啊，台北车站别的不多，监控摄像头那可是360度无死角。一看事儿闹这么大，赶紧调监控啊，顺着这家伙的逃跑路线一路追，没过多久就把他给逮着了。这一逮着，好家伙，身份一查，警察估计都乐了，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这家伙呢，身上还背着好几条案子呢，盗窃早就被通缉了。本来就在抓他，他自己倒好，非要搞个大新闻，直接送上门来了。他不是因为盗窃被判了6个月吗？先别说侵犯姑娘这事儿，光是通缉犯规啊，就得先把他押到监狱里，先把那6个月的牢饭给吃了。至于这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侵犯，那更跑不了啊。台北地检署那边专门办这种妇女儿童案子的妇幼专组已经接手了，这回啊不判他个10年8年的，都对不起他这10分钟的嚣张。可是这坏人抓了，这事儿就算完了吗？那个受害的姑娘她怎么办呢？她做完笔录，配合完调查，第2天就赶紧买了机票离开了台湾。她本来是来旅游的，来感受台湾的风土人情的，结果呢，她带走的是什么呀？是一辈子抹不去的心理阴影啊！她以后还敢来吗？那她回去以后会怎么跟她的朋友说这次经历啊？这一个案子丢的是整个城市、整个台湾的脸。那这事儿一出来啊，那段视频在网上简直是炸了锅了，网上的骂声那叫一个铺天盖地啊！有的网友说10分钟啊，那可是台北车站，但凡有一个人就有一个喊一嗓子住手，那人渣也不敢这么嚣张啊！还有人说这不就是旁观者效应的现实版吗？都以为别人会管，结果谁也没管。也有人吐槽台铁，天天吹这个治安多好，巡逻多严，结果呢，通缉犯在你们大厅住了那么久都不知道，还在大厅里公然犯罪10分钟。你们的保安呢？巡逻警察呢？都去喝茶了吗？那这事啊，把好几个问题啊全都捅破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通缉犯的管理，一个背着案底的通缉犯是怎么能长期在台北车站这种地方潜伏下来的？他用街友的身份打掩护，难道咱们的身份核查系统对这些人就没用了吗？如果早点把他抓了，哪还有后面这个事儿啊？这是第一个漏洞。那第二个，公共场所的安全，那么大的车站啊，人流量那么密，台铁后来的回应说什么是人流多人手不足？哎呦喂，我听完这话都想笑啊！你人流多不就更应该加派人手吗？人流多是你安保松懈的理由吗？这不就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推卸责任吗？案子一出呢，台铁那边倒是亡羊补牢了，赶紧拉起了警戒线，贴了个公告，说禁止躺卧、饮酒、抽烟，还说要搞什么24小时巡逻。那早干嘛去了呀？你这公告是贴给谁看啊？是贴给那个喝倒的女孩，还是贴给那个犯罪的通缉犯啊？这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根本问题是你们的巡逻啊，你们的安保在那10分钟里是隐形的。那最让我觉得可悲的是第3个问题，就是咱们前面反复说的那10分钟里啊，所有路过的人，咱们总说现在这个社会冷漠了，人情味淡了，以前总觉得这是个形容词，这回呢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摆在眼前了。有人可能会说，哎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万一那个男的有刀呢，我上去我倒霉了怎么办啊？那我也理解啊，咱们都是普通人，谁也不想惹祸上身。但是朋友们，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那个马来西亚的大学生，他不就给咱们打了个样吗？你不敢正面杠，你总敢悄悄的录像取证吧？你总敢躲在柱子后面打个报警电话吧？这不费你多少时间啊，也不需要你冒多大的风险，你可能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就能救一个人。那一个社会如果连最基本的出手相助的勇气都失去了，如果每个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这个社会跟一个冰窖又有什么区别呢？今天他敢在车站大厅对一个醉倒的人下手，那明天他是不是就敢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对一个清醒的人下手呢？因为他看透了呀，没人会管呀。给那些喜欢在外面喝酒的朋友，尤其是女孩子提个醒哦，咱能不喝呢就尽量别喝，非要喝啊也找个靠谱的人，在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把自己喝到断片，喝到不省人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啊，你倒下之后，你身边那个看似无害的人，心里面藏着的是天使还是魔鬼。也给咱们所有的路人提个醒，下次啊，万一
咱真碰上这种事儿了，咱能不能至少当一个报警者，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呢，拿出手机拨通那个电话？有时候呢，你那一个电话，那几句简单的描述，真的就能拉住一个即将坠入深渊的人。这冷漠呀，它会传染，但是反过来呢，这勇气和善良，它同样也是会传染的。希望这种离谱的事啊，以后再也别发生了。大家伙出门在外啊，都多长个心眼儿，既要保护好自己，也别忘了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啊，拉别人一把。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